大家好，欢迎回到任我行天下。上两期视频我们聊了西班牙的巴塞罗那，今天我们来看看巴塞罗那周边一日游必去的5个好地方。第一站是巴塞罗那城南边的海滨小镇西切斯。西切斯离巴塞罗那40公里，主打一个风景如画的地中海风光。西切斯附近有10几个沙滩，每个都很好，清澈见底的海水，温软的细沙。其中西切斯海滩、里贝拉海滩和护卫舰海滩连成一大片，夏天去的话一定要去试试水。西切斯小镇上的老城区也很有味道，都是中世纪风情的窄窄的小巷和白墙红顶的小房子，很好逛的一个地方。西切斯还是著名的朗姆酒品牌百加得的创始人法昆多，百加得的故乡。这位百加得兄弟是个有故事的人。1830年15岁的百加得跟着大哥从西班牙西切斯老家到美洲的古巴打拼，几十年后和老婆一起白手起家，创立了大名鼎鼎的国际朗姆酒品牌百加得。可惜那个西切斯的百加得博物馆关门了，只有一个纪念碑还矗立在海边。西切斯不光海滩漂亮有名，还是个很文艺很开放的地方，各种艺术家和自由派喜欢来这里思考人生，顺便 party 一下。西切斯每年的狂欢节是加泰罗尼亚地区最著名的狂欢节之一。另外，这里每年还会办一个国际奇幻电影节。感觉这里和法国南部海滨坎城这样的地方有点像，喜欢海滩、人气和文艺的同学们一定会玩得很爽。从西切斯再往南走60公里左右，就是咱们巴塞罗那周边游的第2个目的地塔拉戈纳。虽然和西切斯一样同是海滨城市，塔拉戈纳的风格就完全不一样了。这里主打的是悠久的历史和保存很好的几处罗马古迹。2000年前罗马帝国统治伊比利亚半岛的时候，塔拉戈纳是半岛北部的重镇。塔拉戈纳的原型竞技场是公元2世纪建的，就在海边。虽说没有罗马的斗兽场那么大，但也有15000观众的容量。和罗马斗兽场一样，这个竞技场就是当年的主要娱乐场所。大家就是在这里津津有味地欣赏决斗士们互殴、野兽们互撕，还有死刑犯砍头等等这些当时喜闻乐见的娱乐项目。离竞技场不远还有个差不多年代的赛马场，就是那种电影《宾虚》里大家赶着马车互相使绊子比赛的地方。赛马场也不小，可以同时2万人吃瓜看表演。赛马场地下部分有隧道，是赛马和选手准备休息的地方。塔拉戈纳的罗马城墙也值得一看，当年3公里半的城墙，现在只剩下1/3不到了，但确实是2000年的古迹，可以瞻仰一下。您要是有时间，在塔拉戈纳慢慢走，仔细看，还能发现很多其他罗马时代的痕迹，比如罗马广场、赛马场旁边的罗马行政所，还有城北几公里外的罗马水渠。感觉塔拉戈纳整个就是个迷你版的罗马城。其实除了历史古迹以外，塔拉戈纳也有很漂亮的海岸线，有个奇迹海滩，离市中心就几步路。看完罗马遗址后，可以来这里享受一下阳光沙滩和碧水。从巴塞罗那到西切斯和塔拉戈纳玩，可以自驾，坐火车也很方便，都有直达的班次。下一站，咱们去巴塞罗那北边1个小时左右，布拉瓦海岸的魅力小镇滨海托萨。从巴塞罗那以北的布拉内斯一直到法国边境，这一路的海岸线都叫布拉瓦海岸，几十公里长，全都是无敌的地中海风光。海岸边一排排的高档酒店和海景度假屋，还有无数高尔夫球场和游艇码头，俨然就是法国蔚蓝海岸在西班牙的翻版。滨海托萨就是布拉瓦海岸线上最靓的仔，一个非常有魅力的小城。这里最有名的是一个保存很好的中世纪古城小镇，和环城的古城墙都很有历史感。城墙上有7座塔楼，可以上去的。爬上城墙，可以无遮无拦的好好看看地中海和小镇美景。看完城堡，可以下到海边，在沙滩上玩耍一下。毕竟是布拉瓦海岸嘛，湛蓝海水和金色沙滩都是少不了的。就算不玩水，在沙滩上逛逛、坐坐，看看美丽的海景和人们也不错的。而且从那个大沙滩可以远看古城墙，视角不错。
古城墙的另一边有个很别致的小沙滩，叫科多拉尔海滩，水非常清又安静，很放松的一个地方。从这个小沙滩另一边的观景台往东北望，可以看到小沙滩、大沙滩和古城墙，是个出片的好地方。从巴塞罗那到滨海托萨自驾最方便，1个多小时就到了。火车没有直达的，要先坐到布拉内斯，剩下的10几公里再打车或者坐公车。还有个选择就是直接从巴塞罗那坐大巴过来。同样在巴塞罗那北边还有一个好地方，就是古城赫罗纳。从巴塞罗那坐火车到赫罗纳只要40分钟左右。赫罗纳虽然没有塔拉戈纳那么有年代感，但也是个有1000年历史的中世纪古城。在赫罗纳的老城区走一走逛一逛，处处都可以感受加泰罗尼亚的历史文化。至于景点嘛，您可以去瞻仰一下哥特式、罗马式和巴洛克式混搭的赫罗纳大教堂，逛逛上千年历史的古老的犹太区，再去看看阿拉伯浴场，900多年前的穆斯林风洗浴城，最后爬上古城墙走一下，好好看看古城全貌。对历史文化有兴趣的同学一定会喜欢赫罗纳的，就因为这里建筑的年代感和神秘感。热剧《权力的游戏》在这里取过不少外景，犹太区、阿拉伯浴池还有大教堂都有出镜。最后咱们去看看巴塞罗那附近必打卡的蒙塞拉特山。这座山在巴塞罗那西北大约1个小时车程，是加泰罗尼亚地区的象征之一。山上有个很有名的蒙塞拉特修道院，1200多年的历史了，现在香火还是很旺，每年都有无数虔诚的基督徒来这里朝圣。加泰罗尼亚这块地方经常和西班牙中央政权对着干，闹独立，要自治权。因为这里山高僻静，是个避世的好地方，经常有各种政治或者宗教的反动人士跑到这里来避难。修道院里最有名的是一尊大家都排着队瞻仰的木雕圣母像，因为脸比较黑，就叫黑圣母。1000多年的古董，据说圣母玛利亚在这里显过灵，是加泰罗尼亚的守护圣女。修道院还有一个少年合唱团，很有名，有上千年的历史了，是欧洲最古老的合唱团之一。每天下午1点钟，合唱团有表演，可以看一下。除了这个浓浓的宗教和历史气氛的修道院以外，蒙塞拉特山的风景也很值得一游。这个山本身其实不是太上镜，有点像希腊的梅代奥拉，也是个光秃秃的石头山。但是山顶最高峰圣杰罗尼峰海拔1236米，视野非常好。上山有很多步道，相对容易一些的一条是从修道院坐那个圣胡安轨道车，从终点下车以后再爬1个小时到山顶。这条线路不是太难，但需要爬一些石阶上下，有时间有体力的话还是建议走一下，因为一路上的风景太好了，到了山顶更是可以俯瞰整个山谷。天气好的时候能看很远，50公里外的巴塞罗那市区和地中海滨都可以看到。从巴塞罗那去蒙塞拉特山，自驾或者坐火车都很方便。自驾的话1个小时左右，可以直接开到缆车或者齿轨火车的停车场，然后坐缆车或者齿轨火车上山去修道院，或者也可以直接开到修道院旁边的收费停车场。如果坐火车去，是从巴塞罗那的西班牙广场火车站坐 R5 线，一直坐到蒙塞拉特山的缆车站或者齿轨火车站。买票的时候有几种联票选择，包含往返火车票、缆车或齿轨火车票和一些其他项目的各种组合，比单买便宜。好了，看完了美丽热闹的文化小镇希切斯，迷你版古罗马城塔拉戈纳，布拉瓦海岸的明珠滨海托萨，中世纪魅力值拉满的赫罗纳，和风景无敌的朝圣地蒙特塞拉特山，哪个是你的菜？多谢大家观看，喜欢的话请点赞、订阅、评论、转发。